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演艺圈变天，7月10日起演员表按笔画排序，程毅白鹿真名曝光，网友：这下尴尬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我们在电视剧片头看到的演员表，不再是按照谁红谁排前面，而是像小学生点名一样，按姓氏笔画多少来排列。这听起来像是个段子，但它马上就要成真了。就在6月12日，三大行业协会联手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，针对演员署名发布了全新规范，并且明确定下死线，7月10日正式实施。这规矩乍一听挺简单，甚至有点多此一举的味道，但只要你细品，就会发现这里面藏着娱乐圈的一场大。以前咱们看剧，片头字幕那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谁的名字在前，谁的名字在后，字体是大是小，是单列还是并排，这些细节往往能引发粉丝间的骂战，甚至让剧组还没开播就先撕上一波。但现在这套玩法彻底行不通了，新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演员署名原则上必须使用法律规定的姓名，也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。如果你非要用大家熟知的艺名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格式必须锁定为真名艺名。想只挂艺名，想只用英文名，或者搞个什么昵称糊弄过去，对不起，统统不行。更狠的还在后头，这次不仅名字要去伪存真，连排序的逻辑都给你连根拔起。以后不再看谁的咖位大，不再看谁的流量高，所有演员一视同仁，整齐划一的按照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，哪怕是复姓，也得老老实实按第一个字的笔画来算。这一招可以说是直接釜底抽薪，那些为了番位争得头破血流，甚至不惜买热搜互撕的戏码，从根源上就被切断了退路。消息一出，全网瞬间炸锅。网友们第一反应不是讨论规则公不公平，而是兴奋的化身侦探，开始疯狂挖掘那些顶流明星们的真实姓名。这一挖不要紧，直接挖出了不少让人脚趾扣的尴尬现场。有些明星的艺名起的那叫一个惊天地泣鬼神，结果本名一出来，反差大到让人怀疑人生。程毅绝对是这次翻车现场的典型代表。提起程毅，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？是琉璃里深情不悔的司凤，还是莲花楼中那个清冷孤傲的李莲花？他演了太多古装硬汉或者是清冷美人，那种凌厉又破碎的气质早就刻在了观众的 DNA 里。可一旦提及他的本名，画风突变。傅诗琪，你没听错，就是这3个字。这名字听起来格外温婉柔和，甚至带着几分江南烟雨的缠绵，反倒像是古风小说里那位等着将军归来的女主角的名字。有粉丝在评论区开玩笑说，以后再看他演那种杀伐决断的将军，脑子里老是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傅诗琪3个字，瞬间感觉剧情有点出戏，甚至想给他递杯奶茶。这种反差萌虽然有趣，但对于演员塑造的严肃角色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如果说程毅只是让人有点出戏，那王星越的情况就更逗人了。王星越这2年势头很猛，模样清冷帅气，演起戏来氛围感拉满，妥妥的古偶男神预备役。大家都以为他本名应该也是个什么生僻字或者特别有意境的名字，可没想到揭开面纱一看，居然是王涛。王涛啊，这名字太普通了，普通到你往大街上随便喊一嗓子，感觉能有7、8个人回头答应。以后演员表上写着王涛、王星越，观众估计的愣神3秒，这是谁？是不是群演升咖了？这种巨大的落差，恐怕连粉丝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接受。再来看看白鹿，他也颇感尴尬。
白露这个艺名，他用了已经好些年。这个名字简洁好记，而且极具辨识度，跟他那种灵动爽朗的荧幕形象完美契合。观众提到白露，想到的就是那个笑得没心没肺、演技在线的小花，而实际上，她原本的名字是白梦妍。平心而论，白梦妍这个名字并不难听，甚至还挺有诗意。但问题在于，她和白露当下那种又飒又爽的形象有着微妙的差异。白露像是一只林间跳跃的精灵，自由奔放。而白梦妍则更像是一个邻家乖乖女，温婉含蓄。以后宣传新剧，海报上印着白梦妍、白露，恐怕还得额外花功夫让观众把这两个名字对上号，生怕路人以为换了主角。还有林允，她的本名费霞，其实早被网友拿来调侃过无数次了。当年她刚进入演艺圈，周星驰给她起名林允的时候，就有人扒出了他的本名，那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个趣闻，笑笑就过去了。可新规颁布之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再次目睹他的作品之时，必须写成费霞林允。如此这般，多多少少打破了先前营造的那种神秘感和欣慰。毕竟，林允听起来像个都市丽人，而费霞总让人觉得像是隔壁村刚进城的打工小妹。这种名字带来的土味标签，对于靠形象吃饭的明星来说，无疑是一次不小的冲击。当然，凡事都有例外，也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，甚至可以说是因祸得福。比如任嘉伦，他原本叫任国超，这在粉丝那边早就不是秘密了。甚至因为这个名字太接地气，粉丝们还创造出了国超文学的梗，一直在网上刷屏，成了他和粉丝之间独特的默契。对他而言，新规不仅不是负担，反而可能成加分项。本名艺名混用，任国超、任嘉伦，既保留了那份幽默感，又增加了路人好感度，说不定还能再吸一波粉。而最特殊的，莫过于成龙大哥，他的情况属于最为复杂的那一种。他原来称作陈港生，后来改名叫房世龙，而成龙此名号业已成为国际范畴内具有标志性的一种存在。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人们只知道 Jackie Chan， 只知道成龙。若是他往后参与电视剧演出，严格按照新规执行，那演员表就得写上陈港生成龙或者房世龙成龙。虽说这样显得有些绕口，甚至会让年轻观众感到困惑，不过也算是能给观众普及其本来的名字，让大家知道这位国际巨星背后的真实身份故事。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个新的规定确实是很不错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剂良药。长期以来，娱乐圈弥漫着一种浮躁的风气，大家过分关注谁占 C 位，谁的名字大，谁的海报站中间，却忽略了演戏本身。一方面，新规可以结束此类一直没个头的纠结名分的无聊闹剧，使得演员将心思切实放到表演这件事上。既然排序是按笔画，名字必须写实，那还争什么？与其花时间买热搜撕番位，不如多背两句台词，多磨一下演技。另一方面，也让观众看到了明星更真实的一面。名字乃代号，演好戏是真本领。从这样的角度去看，娱乐圈当中那种被称作名字滤镜的情况，最终实实在在的被打破了。我们不再被那些高大上的艺名所迷惑，而是直面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着普通名字的普通人。假若之后再度前来观看电视剧，开头与结尾所呈现的演员表，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认亲现场。哎，你看那个反派大 boss， 本名叫二狗，哈哈，那个高冷女神原来叫翠花啊！艺名背后的真名有普通有反差，给观众添乐趣，也给明星祛魅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
虽然会有一些尴尬的情况存在，虽然名字的改变可能会带来一时的不适应，然而针对众多确实拥有显著强大实力的演员来讲，究竟称作怎样的名称，实际上完全不存在重要性。真正的强者从不被名字定义。以张国荣为例，即便往后大家晓得他本来称作张发宗，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观众心中所占的分量。哪怕演员表上写着张发宗、张国荣，当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当那首《风继续吹》响起，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，因为让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那个符号，而是他塑造的程蝶衣，是他严厉的光芒，是他独一无二的灵魂。作品是演员的最好名片，从未改变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次回归，回归真实，回归本心，回归到对艺术本身的敬畏上来。当潮水退去，当滤镜破碎，留下的才是真金。对于这次演艺圈的改名风波，你怎么看？如果是你身处那个局面，面对自己可能略显土气的本名被公之于众，你会怎么做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关于名字的故事。